法国6月份直接开大招了，全法国72个省拉响了高温红色警报，巴黎的温度计直接飙到了39度以上，有些倒霉的地方甚至是干到了45度，这不就跟印度一样了吗？哎，你弄个平底锅，打个鸡蛋上去，往太阳底下一放，3分钟直接7分熟。Nice。那就在这水深火热的时候啊，一个法国妹子在网上的吐槽视频，直接把这把火烧到咱们中国网友的眼前。这妹子顶着一头被汗水打湿的乱发，对着镜头绝望地喊了一嗓子：“我真的不想拿法国跟中国比，但是在中国连猪都有空调吹啊！”好家伙，这句话一出来，简直是杀人诛心啊！各位，咱们先来品品这句话啊，啥叫连猪都有空调？咱们国内现在的养猪场，那家伙全封闭，恒温恒湿。夏天外面是37、8度啊，二师兄们在猪圈里吹着22度的变频空调，吃着科学配比的饲料，时不时呢还听一点轻音乐。为啥呢？因为猪这玩意儿吧，它不耐热呀，热急眼它掉膘，它生病啊。这养猪大户为了保住自己的钱袋子啊，那给猪配的空调比咱们老百姓家里面用的皮数都大。但是在法国呢，各位听我给你报一个匪夷所思的数据啊！作为堂堂世界第7大经济体，天天把优雅人权挂在嘴边的法国，全国家庭的空调普及率竟然还不到25%。那相比之下呢，咱们中国和美国啊，那都是90%往上走啊！好多人家里都是1拖3、1拖4，在法国呢，只有1/4的人家里面有空调，剩下的3/4怎么办？只能跟3哥一样硬扛啊！你以为最惨的是在家里面硬扛的老百姓？错，最惨的是在大医院里躺着的病人。法国媒体自己都曝光了啊，好多那个公立医院的普通病房啊，根本没空调。高温一来，你猜这帮医生护士怎么办？只能满头大汗的推着那种临时的电风扇，在病房里吹着热风。白天呢，把这个窗帘拉得死死的，晚上再把窗户打开透气儿。各位，你能想象那个画面吗？你发着高烧，或者说刚做完手术，这个刀口还没长好，躺在39度的病房里，身上黏糊糊的全是汗呀，旁边呢只有一个呼呼作响的老风扇在给你吹着热风，这哪是治病啊？这简直是太上老君的炼丹炉呀！有法国网友在网上的评论啊，那叫一个扎心。他说，在我们法国整个医院唯一一个能让人感觉到凉快的地方是太平间。听听，这是人话吗？合着在你们法国，这病人想凉快一下，还得先咽气儿是吧？中国农户家里的猪过得比法国大医院的病人滋润，这就叫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啊！那这个时候肯定有人好奇了，小懒，法国人是不是穷啊？是不是买不起空调啊？或者说是他们国家缺电啊？兄弟，你太天真了啊！法国人虽然这2年的经济不咋地，但是咬咬牙买个空调的钱还是有的。那至于电，人家法国可是欧洲的核电大户呀，天天往外卖电呢。那他们为啥宁愿跟印度人一样啊，在45度的高温下练瑜伽抗热，也不愿意装个空调呢？因为在法国，装空调从来不是一个物理问题，而是一个玄之又玄的意识形态问题。这涉及到什么政治学啊、社会学啊、环保学啊、美学啊等等等等啊，能给你扯3天3夜。简单来说，就是2个字儿：矫情。咱把这个时间往前拨2年啊，大家还记不记得2024年的巴黎奥运会？那可是夏天最热的时候呀。法国政府为了彰显自己的高逼格啊，为了体现所谓的环保理念、零碳排放，硬是头铁，宣布奥运村绝不安装空调。当时这个消息一出来啊，全世界都懵了。美国华盛顿邮报直接吐槽说：“你这是拿运动员的生命开玩笑。”法国人怎么回答？哎呀，我们在地板下铺了冷水管，很凉快的啦。我们要为地球做贡献。结果呢，咱们中国代表团啊，主打一个我不信你的邪，我更不信你的水管，直接财大气粗的自带了300多台移动空调杀到了巴黎。美国人一看，也赶紧扛着空调去了。结果那些没钱自带空调的非洲啦、拉美兄弟们可惨了啊！乌干达代表团的运动员对着镜头哭诉啊，太热了，根本就睡不着啊，拿个小风扇吹出来都是火风。
最可笑是啥？就是在奥运会那会儿啊，咱们国内居然还有一帮公知和理中客在网上写小作文啊，标题叫什么？嘲笑巴黎奥运不装空调的人原来是井底之蛙。里面把这个法国人是一顿夸呀，说人家是高级的环保，说咱们中国人离不开空调是低级趣味。我今天真想把这帮写手揪出来，拿那个法国妹子的视频啪啪打他们脸。你们这帮人啊，坐在中国24度恒温的空调房里，吃着冰镇西瓜，敲着键盘，去赞美法国人40度不装空调的高尚，你们是不是有啥毛病啊？现在法国人自己都破防了，说自己活得不如中国的猪，你们这帮精神法国人还要去教训那个妹子是井底之蛙吗？其实啊，法国人不装空调，很大程度上是被那帮站着说话不腰疼的白左政客和环保主义者给忽悠瘸了。这帮人天天在报纸上、电视上呼吁啊，空调是地球的杀手，忍一忍炎热就是拯救北极熊。比如法国代表左派的报纸叫《人道报》，这几天天天是发文章啊，痛心疾首的批评老百姓买空调，说这是环保的倒退。结果你猜怎么着？老天爷专治各种嘴硬，有眼尖的法国网友直接拿无人机飞到了这小子的总部大楼顶上，拍了一张照片。好家伙，不拍不知道，一拍吓一跳啊！人道报总部大楼的楼顶上，密密麻麻、整整齐齐的排着几十台巨大的空调外机，正在那儿呼呼的往外排热风呢。全网瞬间炸锅了啊！法国网友直接指着他们鼻子控诉：苍天啊！你们坐在冻得要穿长袖的空调办公室里写文章，让我们老百姓在40度的家里面流汗保护地球，赶紧把你们楼顶的空调给我拆了！这就是典型的西方白左，自我感动的代价永远要别人来承担。但是老百姓的身体是诚实的呀。这几天法国实在热得受不了了，为了防止13500所中小学的孩子们出人命，家长们直接把政府的电话给打爆了。巴黎市政府迫于压力，终于是低下了高贵的头颅，宣布紧急订购1200台空调。最搞笑的一幕出现了啊！巴黎17区的区长，一个叫布拉尔的哥们儿，嫌这个政府统一采购太慢了，生怕自己辖区里的选民热晕，影响他下次竞选巴黎市长。这哥们儿干脆脱了西装，挽起袖子，亲自带着卡车去电器城抢空调。真就是抢啊！好不容易抢了46台，这区长呢亲自充当搬运工，吭哧吭哧的把这空调卸货送到当地的小学去。他对记者说：“我周一晚上成功下单抢到的，这下我们17区每所学校至少能有1间教室有空调了。”听着挺感人的，对吧？但是你细品一个学校就1间空调房，剩下的那10几个班的孩子怎么办呢？这就跟发救济粮一样一人喝一口冷气续命呗。更惨的是那些小城市，比如说卡昂市，那市长根本就抢不到空调，只能给每个教室发3台可以加水的喷雾电风扇、烘头扇。那说到这儿，咱们必须得提一个核心问题他们抢这些空调到底是哪儿来的？法国的零售巨头这几天都乐疯了降温设备3天内全部卖空，排期直接排到了7月中旬。各位，你以为这个时候谁在背后深藏功与名啊？全地球只有咱们中国。你们知道吗？全球80%的空调产能全在中国，咱们一年能造出超过1.5万亿台空调。那不管你是要高端的、低端的、挂壁的、立式的，还是那种插电就能跑的移动空调，中国企业闭着眼睛都能给你造出来。其实吧，欧洲之前为了保护他们那点可怜的家电产业搞了一个非常恶心的绿色贸易壁垒，就是规定必须使用极其严苛的环保制冷剂，想借此呢把中国的空调挡在门外。结果呢，咱们中国的空调巨头一看，就这，你看不起谁呢？到了2020年，咱们国家的新能效国标直接出炉，一招西行大法全套技术迭代升级，比你欧盟的标准还要环保，还要牛掰。那这下呢，轮到欧洲企业傻眼了，他们自己算了一笔账如果按照现在中国的高标准去生产空调，欧洲本土制造的成本是中国的2到3倍，这就叫降维打击啊！你跟我谈产能，我一天造的空调比你1年装的都多；你跟我谈环保，我的技术早就超前你个版本了。你跟我谈价格，我漂洋过海卖到法国，比你本土生产的还要便宜1半。所以呢，法国媒体虽然嘴上不说但是心里面门清，
那些市长火急火燎抢回来的，让法国学生续命的空调，扒掉外壳，里面全是中国制造的心脏。法国权威报纸《费加罗报》昨天终于绷不住了，在头版发了一篇文章，叫《空调普及，意识形态僵局走向终结》。这文章里苦口婆心的劝马克龙政府，咱们别装了行吗？放下那个虚伪的环保包袱吧，面对现实吧，赶紧给老人、孩子和医院装上空调吧，再不装真要出人命了。对啊，再不装空调，难道法国人真打算跟恒河边上的印度哥们儿比一比谁的皮更厚，谁更耐热吗？人家好歹还有一条充满神奇元素的恒河可以泡一泡，你法国塞纳河里全是些什么玩意儿？你们自己心里没点数吗？在45度的高温面前法国人最擅长的那一招举白旗是没有任何卵用的。高温不认识白旗，他只认识压缩机。当面临要面子还是要命这个灵魂拷问时法国人虚伪的嘴巴可能还会硬两下，但他们诚实的身体早就已经做出了选择。这世上哪有什么优雅的耐热，不过是还没被铁拳砸痛罢了。当他们终于在凉爽的房间里睡个好觉时我希望他们能明白一个道理，拯救你们的不是什么地球环保的口号，而是来自东方的神秘力量——中国制造。